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冰淇淋。大家都知道，外面吃冰淇淋的时候，从商店里面买来的，那么口感都很好，而且有很好的形状，非常的漂亮。像这个呢是刚从我冰箱的冷冻室里面拿出来的。我们买了冰淇淋以后，在冰箱里面放久了，就发现一个问题，表面呢很容易这个发硬，吃起来有这个冰渣的感觉，而且呢用勺子舀出来呢非常困难。更别说做出各种各样好看的形状来了。那么究其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像这样的冰淇淋，它主要原因呢是这个包装壶，像这样一个，我们这个明显是打开过的，像这样一个。那么就是说包装壶它的这个表面呢不密封，不密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冷冻过程当中的水分呢，总喜欢从冰淇淋里面跑出来，跑到冰箱里面来。这个我们都知道，冷冻过程呢，它是一个脱水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在这个冰淇淋里面呢，从冰淇淋的中心呢，慢慢这水分呢就往这个盒子的四周形成。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像这一伙冰淇淋是吃过的嘛，那主要慢慢在这个表面呢就会发硬，就是这样一个原因。而水分呢都到冰淇淋的表面来了。而且呢，这个表面的水分越多呢，这个表面呢就越硬。我们这个用勺子舀起来呢，感觉非常困难。第二个，吃起来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水分从冰淇淋的中心到表面过程呢，它是一个这个渗透的过程、传递的过程。它的冰晶就是说，这个水分在这个冰淇淋里面冷的过程呢是一个固体形成的冰晶呢是针状的。这样就使得我们在吃起来的时候有这个冰渣的味道，主要是它的形状呢是针状的、条状的这样形状。那么如果是均匀，冰淇淋里面如果是均匀的，那么就是小的颗粒状的、非常细的小球状的，我们吃起来呢就是非常均匀，口感呢就非常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买来的冰淇淋在冰箱里面放时间长了，它的表面就会发硬，而且我们吃起来口感呢就不太好的这个原因。怎么样解决呢？首先是这个表面发硬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它那个水分要从中间到表面这个扩散过程，我们要阻止它扩散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是这个冰淇淋盒的四周它是绝对密封的，这样水分呢不容易出来。这就是有的人呢把这个盒子先打开以后呢，在上面盖一层薄膜，再把这个盖子这样盖回去，是吧？但这样呢，就是说形成呢不太方便。实际上，还有一种有效的办法，就拿一个这个像这样一个这个袋子呢，我平常用过的，就这个是食品的包装袋，这个呢，相信大家都有。就这样，我们把这个冰淇淋的盒子整个一个这样放进去。放进去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冰淇淋的这个头上把它撒起来，这样的水分就出不来了。这样呢，就时间长了就放在里面了，不管保存多久呢，我们这个冰淇淋的表面呢是不会发硬的。那么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当然，我们用这个勺子去挖去舀的时候也非常方便，这是一个。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袋子，这个上面前面有个拉链的，这样一拉住的更好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舀冰淇淋的时候，这个勺子总是很粘的，就是因为冰淇淋它是固体，它碰到勺子一起总是粘在一起。它里面有牛奶嘛，奶制品的成分比较多。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呢也非常方便，我们呢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杯子，在杯子里面先倒杯热水，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冰淇淋的勺子放在里面。是这稍微放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勺子通常呢是不锈钢的，是吧？这样，然后我们把这个勺子拿起来，在这个干净的这个布上这样擦干。我们把这个一打开，我们这样去舀冰淇淋的话，就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那么就是说这样呢就是不会这个粘勺子的这样非常方便，是吧？所以你要做出其他形状呢，做成球状或者其他的花式的形状都是非常方便，可以有你尽情发挥的这个余地，再也不会这个粘在一起了。如果你这样连续的用几次，觉得很粘，你可以在热水里面再这样洗干净以后，把这个水
这个水搞干净以后呢，可以再把它擦干，然后再这样做。那么这个勺子的问题呢，我们也解决了。当然了，如果你有条件，如果把这个勺子里面有热风的地方直接到热风上面去吹一下呢，效果是完全是一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办法，我们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吗？当然可以。可以用在哪里？可以用在这个花生酱上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同学们有什么意见或看法，欢迎你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好，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